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为了安全起见，萧炎将萧丽带到内院。2日后，萧炎会和内院的强者们一起出发，前往黑盟的总部。这次便由他来替药老清理门户。此时，黑盟的总部封城中，议事大厅中的气氛有些压抑。萧炎不仅未死，还将范老斩杀的消息，这些人都已经知道了。参与过内院一战的人，对萧炎展现出来的实力还是很忌惮的。韩风说自己已经派出人手打听萧炎的行踪，一有消息，他们就可以先下手为强。韩风修炼的焚诀是残卷，对于完整版的焚诀，他有一种近乎疯狂的占有欲。住在大厅中的人开始商量如何抓捕萧炎的计划时，金银二老猛地睁开双眼，将目光投向了南方的天际。金银二老从椅子上站起来，怪笑着说：“我们的老朋友又来了。”韩风借助着异火的感应，能察觉到那一大批的气息中有一股让海心燕都十分忌惮的存在。马上就要到封城了，苏仙叮嘱跟来的人小心一点。这2年，原本迦南学院对黑角域势力的报复进行的还蛮顺利，但自从黑盟组建后，他们就再也没有占到过一次便宜。迦南学院的长老虽然多，但大多是斗王的实力，而黑盟的势力首脑全是斗皇强者。好在迦南学院的人多，才能勉强稳住局势。苏仙苦笑一声，他虽然是斗宗的实力，但只要一开打，金银二老便会联手拖住他。迦南学院与黑盟其他人的战斗力倒是能持平，但每次韩风都能借助一火将他的对手打败，然后与金银二老联手。3对1的情况下，每次苏千都是无可奈何。萧炎让苏千将韩风交给他，专心对付金银二老。金银二老毕竟只是斗皇巅峰的实力，时间一拖得久了就会落入下风，到时候苏千就可以腾出手来帮萧炎收拾韩风。萧炎低声问苏千，这次若是擒住了韩风，能否将他交给自己？苏千一愣，深深地看了萧炎一眼，问他是不是在打海心燕的主意。萧炎只是笑笑没说话。基本上每个人都只能掌握一种异火，苏千没想到萧炎还能继续掌控第3种。事关焚诀，萧炎忍不住握了握袖袍中的手掌，说苏仙只知道他得到了2种异火，但却不知道他在岩浆地底中受到了何种痛苦。或许想要再度掌控海心燕，会让他经历生死磨难，可一旦成功，就能得到足够的力量。若是失败的话，被异火反噬也是正常的事。苏仙沉默了一会儿，便答应了萧炎，还低声让他有机会的话，帮他向药尊者问声好。当年院长大人与药老也是有着一分交情的。萧炎没想到苏千会察觉到药老的存在，曾经苏千也是见过药老的，他也隐隐猜出了药老当年陨落与韩风有关。他让萧炎放心，自己不会泄露这件事的。眼看即将抵达封城，苏千大声说：“诸位，能否洗刷当年这些混蛋袭击内院的耻辱，便看今日。”天空上整齐划一的声音响起，庞大的气势将整个封城笼罩后不久，韩风也带领了大批人马悬浮在天空上。萧炎看着脸色阴沉的韩风，笑着说：“当年你好运，捡了条命，不知道今天还是否有这般幸运。”韩风说：“萧炎当年不过是靠着那个老不死的力量罢了，但今天萧炎会用属于自己的力量来帮药老清理门户。”韩风的目光转向一旁的苏千，问他带着这么多人马前来封城，意欲何为？苏千不想和韩风多说废话，直接表明今天自己前来只有解散黑盟这一件事。黑盟自然不可能因为苏千几句话就解散。在双方开战之前，苏千叮嘱萧炎一定要将韩风拖到他打败金银二老，这决定着这场战斗的胜负。萧炎让苏千放心，自己或许没把握打赢韩风，但让他没有时间插手别的地方还是可以保证的。在苏千对战金银二老后，整个内院和黑盟便开始了大混战。萧炎看着一旁沉默的萧丽，给了他一个巴掌大小的透明玉瓶，让他遇见难缠的对手就用斗气灌进去，然后快速丢出去。火莲瓶中是萧炎用融合后的异火制造出来的超小型佛怒火莲。韩风和萧炎对视后，说自己怎么都不明白药老为什么不将焚诀传给自己，还说若是萧炎是他，也会做出和自己差不多的举动。萧炎只轻声回了他一句：“畜生总是用畜生的眼睛来看世界，这一点谁都改变不了。”韩风脸色一片狰狞，好半晌后才压下心中想将萧炎碎尸万段的冲动，僵硬着脸说：“只要萧炎将完整版的焚诀交给他，不管萧炎提出什么要求，他都会答应。”萧炎让韩风拿自己的命来换就行。见萧炎软的不吃，韩风便决定来硬的。2年过去，他已经触摸到了斗宗强者的臂障。他很自信，萧炎当年施展的火莲，如今对他不起威胁。
萧炎袖袍一挥，碧绿色的火焰将他整个人包裹住。碧绿色火焰一出现，寒风身后的海心焰迅速萎靡了下来。他能感觉到海心焰对碧绿色火焰的忌惮情绪。寒风将海心焰化为一柄火焰长剑，与萧炎打了起来。一个回合之后，他就发现萧炎的异火似乎在分解海心焰。意识到萧炎异火的古怪，寒风终于展示出他一直隐藏的实力。一股磅礴的斗气从寒风体内暴涌而出，战场上的人都忍不住看向他。苏仙没想到寒风已经半只脚踏进了斗宗，原本他还指望萧炎能将寒风拖住，但现在这种局面怕是又要泡汤了。两人之间的差距太大，场上几乎没有人认为萧炎能够扛住寒风。不过萧炎最擅长的就是打脸。在看到萧炎将碧绿色火焰分裂为两团一轻一无形的火焰后，寒风心中十分不可置信。他没想到萧炎不仅没死在陨落心炎的嘴里，还将他给炼化了。不过这也让寒风对焚诀更加势在必得。萧炎召唤出星火干扰寒风，解决了星火的寒风施展出一记威力强大的光耀印。好在萧炎早有准备，焰分噬浪齿与光耀印碰撞在一起，等到弥漫天际的能量消散后，头发凌乱的寒风嘲笑一脸苍白的萧炎实力没有他的嘴皮子硬。萧炎嘴角微微一撇，说寒风未免高兴得太早了。随后一朵仅有巴掌大小完美的翡翠火莲浮现在萧炎的掌心上。萧炎冲着远处脸色陡然僵硬的寒风轻笑，没想到同一次的亏你会吃2次，看来我也是高看了你。寒风的脸色在这一刻变得十分难看。翡翠火莲虽然只有巴掌大小，但寒风明白，就是这个东西让他2年前阴沟里翻了船。他也明白，这次的火莲恐怕比当年的火莲更加恐怖。2年前萧炎施展的青白火莲虽然也很强，古灵冷火在异火榜上的排名也比陨落心炎高，但毕竟古灵冷火是妖老的异火，萧炎将它和青莲地心火融合，多少还存在着一些抵触。而陨落心炎已经被萧炎彻底炼化，两种异火毫无间隙的融合，让佛怒火莲的力量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。萧炎趁着焰分噬浪齿和光耀印对碰的遮掩，凝聚出了这朵翡翠火莲。望着远处脸色阴沉的寒风，萧炎屈指轻弹，将翡翠火莲朝着寒风射去。翡翠火莲一离开萧炎的手心，便迎风暴涨。火莲蕴含的力量将周围的空间都震裂了，寒风不敢有丝毫怠慢，将身后庞大的深蓝色火海化为一头巨兽。翡翠火莲撞上巨兽，整个天地间的能量都突然暴动了起来，无数能量四处飞舞。这些暴动的能量让混战中的双方停了下来，而后便在突然爆发的火焰能量风暴中四处逃窜。苏千一掌震退金银二老后，不再乘胜追击，而是担忧地看向风暴的中心点。他很清楚，这一次的交手，寒风和萧炎就会彻底分出胜负。就在大家还分不清萧炎和寒风谁赢了的时候，寒风从能量风暴中爆射而下，萧炎紧随其后，拳头涌上碧绿色的火焰，狠狠地砸在了寒风的胸膛上。寒风毫无防御地承受了这一击，鲜血狂喷地砸落在了风城外的平原上。此时的萧炎也已经到了极限，但他能察觉到寒风并没有死。黑盟众人想要救下寒风，被内院的强者拦了下来。就在萧炎高举重尺砸向寒风脑袋的时候，突然发生变故，魂殿的人突然出现，一道漆黑铁链直接攻向萧炎。此刻的萧炎已是强弩之末，面对铁链没有丝毫的躲避之力。就在铁链尖刀离萧炎脑门仅1寸时，美杜莎突然出现，将铁链牢牢抓住，说萧炎的命是他的。萧炎看着突然出现救下自己的美杜莎，怀疑在经过弟弟那件事后，他对自己有点复杂的感情了。就在他这么想的时候，美杜莎突然反手一掌拍在萧炎的胸膛上，将萧炎震得后退了10几步，最终一屁股坐倒在地。萧炎此时连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。就在他可惜没能杀了寒风的时候，美杜莎一脚重重地踢向寒风的腰腹，直接将寒风踢断了气。在场的所有人怎么都没想到，寒风最终会被一个女人一脚踢死。有美杜莎在，魂殿的人今天根本没办法对萧炎下手。不过这次魂殿的任务也并不是杀萧炎，而是确定药老的灵魂体是否在萧炎的身上。魂殿的人在离开前告诉萧炎，药老的灵魂魂殿势在必得，现在就让他在萧炎的身上再待一段时间。寒风的灵魂也被收进了黑雾，跟着魂殿的人一起离开。可惜的是，海心焰被寒风炼化，也随着他的灵魂一起被带走了。没有海心焰，萧炎毫不客气地将寒风的幽海纳戒据为己有。纳戒中有寒风这么多年来收藏的药材、丹方以及斗技功法，里面的宝贝可以让每个黑角域的强者都为之疯狂。美杜莎看着抱着纳戒傻笑
烧得萧炎非常烦闷。今天他明明可以不出手，但千钧一发的时候却无法坐视萧炎被杀。美杜莎告诉萧炎，他对自己做的事只有他的命才能抵偿，这是最后一次，下次他绝对不会再留手。寒风一死，金银二老也不敢和学院叫板。没几天，黑盟就分崩离析，直接解散了。黑盟之事解决，萧炎在闭关疗伤后，拿出了薰儿离开时交给他的卷轴，在持续了近半个小时的斗气灌注下，卷轴才终于被打开。薰儿留给萧炎的是地阶高级的地印诀，地印诀总共5式，薰儿只得到了前2式开山印和翻海印。当地印诀5印大成，巅峰时期甚至可以直逼天阶斗技。听着卷轴中薰儿留给他的话，以及说想他，这让萧炎更加渴望变强，不仅仅是因为家族和药老，更因为薰儿。萧炎闭关出来后，萧丽便找上了他，告诉他自己想要在黑角域扩建势力，想要在黑角域有萧家的一番地位，这需要萧炎的帮忙。不仅仅是因为萧炎的实力强，更是因为萧炎与内院的关系。内院对于在黑角域强大的势力一直都很忌惮，所以在下定主意之前，萧丽希望萧炎可以说服大长老，不然以后难免会出岔子。而内院长久以来注意黑角域强大的势力，都是担心他们会对内院有所行动。萧炎只是想要扩建势力，为萧家增加筹码，对内院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。再加上萧炎的关系，若是黑角域出现一个和内院交好的势力，对内院只有利没有害。在与大长老商量好之后，萧炎便再度进入深山，准备闭关修炼地印诀。而在进行闭关之前，萧炎需要解决掉他和美杜莎之间的事。萧炎把美杜莎叫出来之后，直接摊牌说他知道美杜莎杀不了他。美杜莎成功融合了吞天蟒的灵魂，但也受到了吞天蟒的影响，不仅没办法对萧炎下手，还经常跟在萧炎的身边。萧炎告诉美杜莎，自己可以帮他将吞天蟒对他的影响彻底消除，要求是美杜莎1年之内跟在他的身边，不能对他有杀心，必要的时候萧炎让他出手，不能拒绝。1年后，美杜莎要是还想杀萧炎，萧炎悉听尊便。为了能早日摆脱吞天蟒的影响，美杜莎答应了萧炎的要求。而在交易达成后，萧炎便给美杜莎取了个人类的名字彩铃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豆豆就讲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豆豆的视频，欢迎点击订阅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